但是要演出那种很风流，你知道吗？就是哎，一会儿你的一个个来啊。确实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说，而且那个李瑟当时还有一个是那个出场的时候会有人坐在李瑟腿上，然后那场戏哇，在马车里又是，就是瞬间就不用打腮红了。对，哎呀妈，给我汗都撩出来了，想想。OK。成员有啥那个拍的破防的时候，我看你在提这个有趣的点，也不能叫破防吧，就是印象深刻的时候吧。对，印象深刻。其实我印象深刻还是更多的，咱们在青海吧，尤其是咱们在冰湖那几天，还有那个雪山你没有去，冰湖那几天我其实印象也蛮深刻，因为我们是一直站在岸上的。然后你是在那个狮山上，对，天哪，就是因为其实当时那个冰湖其实就是一开始站着还是挺害怕的，我说实话，就包括咱们走的时候，对，然后等到你那场戏的时候，然后又周围一圈火，其实我在上面有 ，Hello， 詹大人 ，Hello， 詹大人，先跟网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你今天是主持人对不对？对，我先客串一下小主持人。对，大家好，我是演员林博瑞，我在《冰湖重生》里面饰演的是詹子瑜。OK， 欢迎。欢迎！哎，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游戏吧？一个隐藏任务。我知道啊，所以有一个，对，我们会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跟网友们，就是每个人都要说一下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然后没有完成的人会有惩罚。OK， 好的，那我们接着聊吧。那要不我先开始吧，好吗？可以，你先开始吧。行，没问题。简单的小问题，然后也让网友们更加熟悉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角色 ，OK 吗？好，那么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诸葛亮呀，被人称之为救人主理人，你本人认可这个说法吗？我认可。好，此话怎讲？救人主理人，他一出来，他不从冰湖被捞起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去救楚乔嘛，给他送药，然后后面还有救的别人的这个情节，你知道吧？还救灵月女王吧，对，就是他整个救人的过程还是挺多的，非常的无私奉献的一个人，他其实也是在救自己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觉得救人主理人还是准确的，比较恰当的。我看到有弹幕说你是田螺先生。田螺先生。那我可以证明，有一场戏我就亲眼见证。怎么说？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火那个笼子？对，咱俩是很久没见，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见吧？反正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因为你不是在燕北的戏比较多吗？对，然后我记得那场戏，我记得好像是我也不记得了，好像是咱俩第一次见，因为咱俩就是除戏以外就第一次很久没见了，然后那是第一次，然后我在走戏的时候，我满脑子回忆的都是咱俩也算是。而年轻时，咱们俩那时候一起，就是不好听，主持人直接讲。对，没有，那我就接着你的问嘛。你觉得就是你们两位这部戏合作了之后，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那些变化呀之类的？也没有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刚入这一行到现在。就是作为朋友来说，作为这么长时间的朋友来说，我能看着他一步一步越来越好。其实作为朋友来说，我非常开心，而且又能再一次一起合作，那我更开心。小林哥，
我有一种就是我们一起在成长，然后一起在进步的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见的不是那么多，但其实我们在江湖的时候也碰了一面，然后当时就碰到说对手戏还是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好像是哦，你来多久了？我今天第一天来。然后我的回答是，我今天也第一天来。你来多久了？那天我们第一天拍江湖，我一看路拉，然后我以为他拍很久了嘛，我说，哎，你拍多久了？他说我今天来，我说我也今天第一天来。没错。那你们还记得你们两个在这部戏里面第一次见面是哪场戏吗？哦，第一次，其实我记得第一次好像就是救火吧。对，救火，然后我俩还有个对手的动作戏打戏，就是打戏嘛，然后救火打戏，好像咱俩这也是唯一的唯二吧。然后第二次就是咱们去，还有一个是后面很重要的一个剧情节点。对，涉及剧透我们就先不说了哈。对，是的。OK， 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网友们可能也知道，就是小林老师，你觉得最会让诸葛亮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最会让诸葛亮害怕的事情，我觉得是他没有就是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是他有心去做，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难受的。你比如说他失去岳七、岳11等等越位们，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难受的。是的，明白。那其实这种时候也经常发生在你的就是剧中的这个人物身上。对，是的，时刻都会被这种所困扰。没错。那么第三个问题，刚刚我跟程源老师也聊到了，说有一部分的这个冰湖戏啊，都是在这个实景温度很低的情况下拍摄的。刚刚也说我很遗憾没有去成。那你当时在那边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哪些比较搞笑的一些翻车呀之类的事情？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呢？有一个很搞笑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想到一个很搞笑的，我前几天那个都没想起来，你知道吗？很多采访嘛，没想起来。我突然想到，就是当时我那个造型嘛，它不是一个盔甲，然后有那个被那个砍成那个条状的那个披风吧，相当于在这个领带前嘛，战死，然后就会在上面加血之后，它就是那种血淋淋的那种感觉嘛。但是因为鼓风机老吹，你知道吧，45度。你懂吗？这飘起来，然后它加上它温度太低了，零下10几20度呢，吹着呀，它就变硬了，变硬了之后就是横着支在这儿，你知道吗？最后就没有办法吹动了，就只能说给它用那个热水给它浇湿了之后再吹它。但是吹着，鼓风机吹着那个围巾它就在这儿。支在空中，对，支在那儿。对，冷了。那时候大概有零下多少度啊？将近，其实在冰面上可能还好，将近不到20度吧。然后，但是我们去雪山的话，估计都有将近小30吧，零下30。他们那儿比较冷，并且那几天属于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你们先到的，然后我们拍冰湖的是后到的。到了之后呢，冰湖其实就后面几天就慢慢的就变暖了，包括那个冰面都开始慢慢化掉了。而且他们去那几天还有康乐在那个脱衣服什么的，都特别冷。对，而且冰面那时候其实相对来说那儿没有海拔那么高，那海拔不高，所以说其实就还好。OK。这个我也很想问一下我们的林博瑞詹大人，也有几个问题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可以吗？可以啊。首先，你觉得詹大人这个角色和之前饰演的角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詹大人就是我觉得最不一样就是他有这个两面性吧。他私底下呢就很阴森，然后他对外的话就是比较主动出击的时候比较多，是先在观察别人，先看着别人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地方说错话或者是做错什么事，然后找那个漏洞，然后把对方抓起来，达到他的一个任务，这样子。比较善于观察人，对。我记得詹大人经常领着一群人，然后在黑夜之中就是观察。对，然后会突然什么从那个太子的身后走出来之类的，跟踪啊什么的，比较阴森一点。对，我觉得李策在便堂这个最恐怖的时刻，就是詹大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去哪里都要跟，对吧？对。那这个詹大人他和这个卞皇后之间是有感情线的嘛？后面大家也都会了解到。那你本人是怎么看待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我觉得他这个感情呢，其实詹子瑜对于这个皇后，他比较多可能是在他最早可能是先想要报恩吧，毕竟他以前可能救过他，有一些前史这样子。然后久而久之呢，发展出了一些感情。但他这个感情其实又不能放在台面上，就变成说是他不能在外人面前还有其他人在的时候去展现他对他的情感，所以就变得很扭曲吧，然后很黑暗吧。OK， 那我记得我当时看的那个我们拍的时候，我就有给我们看你们的那个有一场很重的很大的那个戏的剪出来的粗剪，我当时哇，冲击力太强了，我只能说太强了。对，那我应该是说下雪那一场，因为那个我们那场拍了好久，好像1天半的时间都在琢磨那场戏的。OK， 那你刚刚有提到他身上会有那种比较黑暗，然后比较可以说是有一点高冷吧，可能对于太子来讲。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比如说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些设计吗？或者一些表情上啊，或者肢体上的一些？反正剧本就有很多那个詹大人什么笑着说什么的，然后就你看我每次抓你的时候，其实我很生气，但他就叫我笑着说，然后我就太子殿下什么什么什么，对，但其实我就是笑着说一些最狠的话，反正就是要抓你嘛，然后还有那个抓那个可能说请别的太子不是请别的太子，请那个卢米勒那个米勒老师那个李艳。对，然后进攻这些的，其实都是比较笑里藏刀的那种感觉吧。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剧中期待一下詹大人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在太子府叫的最多的3个字就是詹大人。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每次在外面很威风，但我遇到那个诸葛亮那场就很快就结束了。那是诸葛亮来画句号来终结来的。对，就前面一顿操作，然后诸葛亮一来有点快。OK， 好，这个要陆拉问了吗？陆拉，没事不着急，稍等慢慢来。哎，好，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那这个互动的内容呢也非常的有意思，是有8张照片，那么这8张照片呢全都是野人的造型，然后想让网友们选择一下，包括我们选择一下自己最喜欢的野人造型是什么。我是直接把这个举给大家看就行了，还是你们都有那个有图吗？有图吗？没有，大概是这样子。
能看清楚吗？这不都我吗？这个演员造型，就是想让大家选择一下，觉得哪一套造型是觉得最好看啊，或者自己最喜欢的。我肯定是那个大波浪，大波浪是西蒙王的那个西蒙王造型，就是最中间的这个，对吗？对，就野人造型的话啊，我好像没有野人造型吧？我没有野人。对，詹大人好像一直是很高雅的那种装扮，就没有出过宫，没什么出过宫那种。一直在宫里。对。周露拉老师呢？有没有哪一套是想 pick 一下的？哇，那必须西蒙王啊！大家都是西蒙王。詹大人想选择哪一套？是不是有一个戴面具的那个？就是那也是西蒙王，对吧？就是那个。对。那大家选择的都是中间这个叫野性西蒙的这一套。对呀，西蒙。对，其实我对这套印象也比较深，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场是那个在皇宫里的那场戏？然后就是你第一次戴着那个面具进到那个皇宫里，就是变成了皇宫的那个楼梯下边开会嘛。对，完了之后还给我们整的那个4个那个屏风挡在那儿。对，我想起来了。对，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当时演的时候说让我要演一个被你吓得屁滚尿流的那个状态，我一直在地上打滚。他好像不太愿意演被我吓得屁滚尿流一样。没有不愿意，只是那个衣服，然后那双鞋就搞很难，你知道吗？就我一转身，可能衣服就撕烂了什么之类的那种。对，我当时在地上滚了一整天。然后我们两个在那个屏风里边，就是也拍了这种，就是各种对，然后那个，因为我跟小林哥就是还算是比较熟，然后我们平常就比方说换机位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经常聊天什么的。他戴面具的那2天，我都看不到他的眼睛，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该看他哪里说话。就平常休息啊什么的时候，刚开始说这面具认不出来人嘛，我想说什么样的面具会一点人都认不出来呢？后来发现看到这个面具的那一刻，我沉默了，确实认不出来。但真蛮帅了，真的蛮帅，而且我其实特别喜欢你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个造型，然后有雪飘在上面的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那个是挺帅的，对，很有感，很带感。好了，到了我们这个周露拉老师，准备好了吗？露拉，来吧。第一个问题啊。成员在剧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 CP 线？这个应该是会涉及到一些小小的剧透。这个我说还是不说呀？我觉得要不说，让大家自己去看好不好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按照萌姐的那种对于这个2个单词的理解来说，是一定有的，而且有很多。那我觉得这应该就够了，然后让大家自己去好好看就好了，好不好？行，其实有很多我会期待一下。OK， 第2个问题呢是跟你的这个跟老大有关，就是这个成远和烟熏的关系，可以用简单的几个词语或者几句话能概括一下吗？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吧，因为他对于我来说也是有救命之恩，同样的就是说也是遭到自己的亲人被屠杀，只留下自己，然后他也是在就是感觉命运很相像，然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然后他帮助了我，他解救了我，拯救了我，所以就是说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吧。明白，准确。
那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个是更占上风一点的呢？就你说的这个君臣关系还是兄弟关系？哎呀，这个，我觉得只能五五开，因为，我又把他当做很重的兄弟情，但是我同时又得监护，我不能跟他有过分的一些，就是毕竟他是君王，他是我的王上，我也要注意这个分寸，但是可能，就像我这前几集会鲁莽的做了很多决定，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做那些举动，不管是为了他也好，为了整个燕北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决定吧。但很好，我就在想，我好像在戏里面没有跟周露拉老师有什么对手戏，没有，好像我也没有了。对，跟大人跟大人也没有。对。哎，那说到这个，要不我们就都聊一聊。大家跟彼此演的第一场戏是什么？我先来说，我跟小林哥的第一场戏就是我们两个人在戏外也是第一次见，在这个戏里第一次见面。是咱们两个在客栈的那一场戏。对，就这2天刚刚好播到的那场戏，是不是今天播啊？已经播了。已经播了。对，在前面播的。在前面播的。我第一次到客栈的时候送药，对，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你，在那儿捉你，对，然后还有一个把你那个压迫到这个房梁上吧。是的，而且那场戏是刚好是我们两个人在剧组的第一次见面。对，当年就拍了我们两个人也是在戏里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詹大人呢？你说我跟你的吗？就是跟诸葛亮呀、李策啊。我跟小林好像就那场那个很快结束那场吧。对，野外有一场压人质，对吧？对，就是那个抓我那个，对吧？对，不能剧透，反正就是对碰一下，对，碰一下，然后有一个是我其实是有去找太子跟诸葛亮，但我们离得很远，就是我们没有对寻找，但我们没有很近距离的有台词什么的，对，是的，对。然后我跟太子的好像是，我跟你的好像很多都跟你的戏，我真的有点忘了。我想想看，好像是我去太子府抓你，对不对？对，我也记得是太子府，但具体是哪一场？因为咱俩在太子府的太多了。对，就那一坨就集中在那几天拍，对。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在太子府抓你吧。你没被少抓呀？我经常被他抓，但每次他都抓不到我，你知道我们俩。他都跑走了，你知道我就抓不到，他就有个理由。我是不是带你还逃了一次，跳到井里边？对，就是但那个好像确实是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捕啊，是我吗？是吗？我不知道你还有都不是，就是特别记性好的样子。大家忘性都有点大，看剧情吧，看吧，对吧 ？OK。我们那个也经常会想，就是说，如果说有机会可以互换角色的话，最想体验一把谁的角色？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我先说吧。你先说。我特别想体验詹子瑜这个角色。哎呀妈呀！为什么？就是可能因为之前演就是包括像程远这种忠臣的将军呐，或者是一些好哥哥呀，或者一些就是正面人物太多了，但是反而我会比较喜欢就是像詹子瑜这种更有戏剧感更强的，就是内心
他的之前的前史会很复杂，会让这个人整个会就是他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或者说他的整体体现出来的人物性格，并不是他说他自己本身真的想这么去做，可能是经历了一些大家常人都忍受不了的事情之后，他才变成他现在的这样。所以说我会觉得这个会更复杂，会更深，然后但你自己呈现出来，可能在我看来，我对于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蛮爽的。对，是有两面，有挺大的两个极端可以去展现。对，太棒了。詹大人呢，有没有什么？我其实我觉得诸葛亮这个整个剧都可以说是吧？都可以说的。诸葛亮吧，他这个武力值很高啊，想体验一下。终结的感觉，我想体验终结的感觉。想体验终结的感觉，可以的。小林哥呢？李策吧，我觉得你这个角色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就是跳脱的空间吧。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戏的气质里边，就是整个你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挺有挑战的。然后也有很多好玩的空间，我觉得。但是还是诸葛亮武力值比较强了，只要拿个这个小弩就对，我其实我的答案跟詹大人有点像，因为就好像变堂的人都很想去就是那个尝试武力值很高的角色一样。我就在戏里面一直挨打，挨詹大人打，挨母后打，挨乔乔打，所有人都在欺负，然后就也想尝试一下，就是那种武力高强的感觉。因为我们变堂主要都是带兵，你知道吗？我们其实都是带兵，指挥是吧？指挥，对。那说到这儿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觉得跟这角色跟自己有比较像的地方，或者说最不像的地方呢？要不我先来说。李策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刚小林哥说的那些跳脱呀，很活泼，然后非常会逗人开心，活跃气氛，可能对于生活里的我来说是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因为可能我生活里也比较的淡淡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做像李策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会是一种需要把能量拔得很高的状态，所以这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像的地方。但最像的地方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李策他心里也会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心里的那些想法呀什么的，可能会跟我本人有一点像。那你怎么拿捏这个李策表面的玩世不恭和内心深藏权谋？怎么拿捏这个风流与城府的平衡呢？这个全靠各位衬托。麦克风交给麦克风转移了。对，这个回答一下小林哥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演古装嘛，然后就对这种又是李策这样的角色，其实我心里最开始挺没谱的。然后后来跟导演、跟萌姐，然后包括跟各位老师，也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对戏的过程当中，逐渐找到的那种感觉吧。我第一天拍的，就是我在组里第一天拍的戏是一个走路的戏，光那个走路的戏我走了将近有10多遍。你知道吗？就是真的，这真的。然后又要风吹动旁边的那个帘子呀什么之类的，反正对，第一次就感觉哇，原来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那种感觉。好，我说完了。那李策和楚乔的相处上有许多搞笑的情节，教先老师有专门设计过吗？没有，我突然想到，刚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3个问题吗？
他也有3个，但是没有人问。我就一直你以为逃过？我要怎么问呢？我不能自己问自己。对，你自己应该回答。对，你有就是比如说你跟楚乔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很跳脱的东西，比如什么摔下来啊，各种的那个设计过吗？像一些我觉得3方面。第一方面是对手，像跟楚乔对戏的时候啊，可能他也会跟我说一些，然后我自己也会想一些，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导演的对于李策的这个想法，其实也蛮有趣的，就很多可能都是我自己想不到的。然后第3部分可能就是你想到的有啥啊？我自己想到的吗？自己想到的。我忘性大，主要是有点。我记得反正有一次，就是我们好像在拍戏的时候也是前面拍的，刚开始前面拍的，就你那个扇我想起来，你那个扇子，你当时不是拿把扇子吗？咱俩第1天拍戏，然后你就问我说这扇子怎么使用嘛？啊，对，对吧？就是扇子这个东西是我想自己加，但具体怎么用啊啥的，我就没有那么的了解。对，但我看你当时玩的好溜，你知道吧？那个就是去网上搜嘛，下功夫了，转法，天天在那儿转。然后我说这个不就是开关嘛？然后你好像把它转了一下，是不是？对吧？就是说，我平时可以这样用，哇，有点厉害。对，这个在刚进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开始有那个武术训练嘛和围读嘛，他基本上就是扇子不离手。我们那儿耍刀，他那儿耍扇子。当时武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就是练得很辛苦，然后很卖力。然后到我这儿，我就问那个武训的老师，我说我今天还需要练点什么？他说你不用了。你用不上，他就来热一个身，然后就说不用了。对，然后就让那个老师教我扇子呀什么的。好，还有问题吗，小林老师？李孝贤老师，你觉得哪一场戏是属于李策的高光？高光，我觉得就是对于情感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在月下表白的那么一场戏，但具体我 OK 了，好，对，你打住 ，Thank you，好，非常精彩，真的吗？非常精彩，我没看，我光听了一下，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期待。你的人物有这样的行为和这个举动，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反差。OK，但那场戏对我其实挑战也蛮大的。好了，多的不说，大家自己看。说是好久。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吧，如何？好。就是讲一讲这个角色本身跟自己有没有什么像或者不太像的地方。我先说吧。我想想啊，陆拉来。那基本上我觉得我很像这个角色，就是我也就是回想了一下，包括在拍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之前，我也在找像和不像的地方，但是我没有找到不像的地方，我觉得还都基本上都很吻合。最吻合的地方是什么？最吻合的地方就是比较哀吧。OK。就是话不太多，但是事儿是干在前面。没错，就是先行动。话能不说就不说了。你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化妆的时候嘛，我知道你那个疤得多画1个小时是吧？对，它有一个
8比我们要多画1个小时的妆，所以它那个时间就挺长的。这个8是当时，比如说你定妆的时候，你们怎么出来的这个结果和呈现？这个当时也好像也跟我聊过，但是最后也是就是他们决定好了，但是也会说要不要有眼睛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反正说来说去，最后给了最后这个，我是觉得还是就是我看上去我就没有任何觉得有任何疑问或者没有任何不舒服什么，我就觉得确实很帅，很不一般。要不如果说像往常的话，可能都会这儿啊，或者说就是大家惯有的一种思维可能会觉得，但是我觉得横在这儿也，而且还不是很小，是蛮大的一道，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很符合烟北的这个气质和整体的质感吧。比较野一点。小林哥呢？诸葛月和你，最像和最不像的地方，我觉得最像的地方。我觉得先说最不像的吧。最不像的是，我觉得他经历太跌宕起伏了，他的这个位置曾经那么高，高高在上的一个青山院长士，然后落入冰湖之后又那么的低微，没有身份，但是这是经历上不一样的地方嘛。像的地方，我觉得长得比较像吧，毕竟我演的。诸葛亮的优点太多了，对，我暂时就不跟他抢一些优点了。对，明白。前2天还看到了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经历，你有一场戏是那个已经播过了，就是说我拿命跟你换。跟西蒙王说，那个也真的是蛮帅，我去看很决绝的。其实他还是就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很有勇有谋的那种感觉。对，他有一句台词是我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已经是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了。能多活一天，多做一天的这个事儿，他就欣然接受。结果没想到绝地反击了，你敢信？好像我看到切片了，诸葛亮把一把大大的弯刀架在了西蒙王的脖子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播，但是我很兴奋。他那个切片是已经出来了吗？我反正有看到切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播。OK， 期待一下，今天等直播结束了之后，我就回去再看一下。行。詹大人呢？我觉得我还挺好奇詹大人本人跟角色。我觉得我像的地方我感觉就可能比较少吧，就是他可能就比较执着于某些事情。如果我可能今天想做好一件什么事，可能也会比较坚持一下吧。然后不像的地方就是OK， 好，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叫做手指版的你有我没有，就是大家轮流说自己角色有的特点，然后我们每个人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自己的这个角色没有他说的那个他说出来那个特点的话，就要放下1根手指头。谁先放下，就是谁先全部都放下了，然后谁就输了。OK 吗？好，来。然后我们就按照小林、我、周露拉和林博瑞我们这样的顺序啊，来。首先从小林，小钱，你的手好白啊！谢谢你啊。开始吧。从我开始是吧？从你开始，先说诸葛月的特点。对。就我有你没有，对吧？对，我感受过这个冰湖的温度。哎，不对，我自己翻，我没感受过，我没有。我有很多的
妃子啊？你这个重点在于是很多还是妃子？你这两个都有啊，这两个都是啊，很多啊，就是那些围绕着我的那种。你说很多是什么？我也感觉有，我有，就是也有过妃子。对啊，你这种别吵了，我扣了，别吵了，我扣了，我扣了。算，我觉得你的重点是在于你有很多。是很多。啊，对，重点很多。OK， 好。那我这么说的话，角色里没有8的，扣一个指头。这个真的，我自己有个算吗？我自己有一个，诸葛亮也有。自己有的不算啊，自己的不算是吧？自己的不算，角色身上的疤算吗？消失了呀？可以啊，因为你角色身上有疤也算啊。我曾经就是诸葛亮曾经有疤，但是喝完药之后他的疤全部好了。也算，就是也算你有疤了。OK， 完了，我剩2个了。我有很高很高的帽子，你们有吗？我知道了，那我确实没有。我没有帽子，但是我的发箍很高。我戴很高很高的帽子吗？我那帽子真的太高了，特别高，我那都会撞到，你知道，我这个进出门都不方便。他这个帽子高到马看到之后都会躲开的，就是在现场。不给我骑，他觉得这个很像非人类，你知道吗？就是在他们的视野里，你会觉得对，有点奇怪。OK， 叫我了，林哥。我有，我有什么来着？我去过我后来老了。不行！后来是老了，你后来老了。哎，对，不能说剧透的，这样我也可以说。这个绝对不行！天哪，我太过分了。我想想看，我应该说，我中过毒啊，中过毒。哎，太子是不是？哦，你没有。还有一个。这样的话，你说吧。我的在戏中的马是白色的。我也有啊，那个不就片头算吗？专属的坐骑是白马，但是我记得那个小林有白马啊。没关系啊，有人已经放下了。我输了。没关系，输了。那匹棕色的嘛，骑一骑又换另外一个颜色，也不知道，反正没有白色的。OK 了，好，那我们这个最先全部放下的人有一个小小的惩罚，就是夸一夸我们在现场的其他几位主演。夸他们嘛，夸你们3个的意思嘛？对呀。那我俩其实最后这个问题算是我也放了。你也放了吗？那2个你也没有白马对吧？就是对啊，没有白马，那咱俩就2夸2吧。OK， 行，那就自己夸自己楼上的那个。那是喊角色的名字呢，还是喊什么呢？就看你是想夸本人还是想夸角色。你们想听什么？我这个听甲方，你想听什么我们就夸甲方安排。对，那就夸本人吧，一会儿就夸本人吧。好，你先来，我先来。
你先吧，你先吧，我都行。那你先来吧。好，那就往楼上的夸吧。我夸孝谦，那个就是一开始认识孝谦的时候，他可能比较不是，不好意思，我这个刚刚在拍。落网李艳，我们本场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是欢迎一下他。对，然后主持人再介绍一下，然后再是吧？可以再问一问问题吗？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个大家好，我是落网李艳，我叫卢米勒。Hello， 欢迎。米勒。因为我们刚才问了很多尖酸刻薄的问题，现在因为你刚来，有点怕你招架不住。什么一开始就要给我上强度吗？现在你要夸我们4个，对，夸你知道了，要夸一下我们4个，可以吗？对，行，夸本人。我们小林还是这么帅，然后这脸啊，感觉又小了，怎么回事？感觉比上公主见你的时候还小了。因为这个叫什么，在腾讯视频站内直播的时候，它有这个美颜的调整功能。对，现在非常的科技发达。OK， 只夸小林哥吗？然后还有呢？没有，那个我们孝谦嘛，我的好师哥依旧是这个头小脸小大眼浓眉的，然后还是这么的帅气。Thank you。还有我们的成员老师，我们成员老师染了这个新发型，确实是非常的洋气。然后现在感觉这个脾气，感觉有点那种港风的感觉了。詹大人。我们詹大人嘛，就太想念詹大人了。对我这边可能有点没关系，不好意思，坐一下。没关系。我们詹大人就是还是这个感觉这个健身又有非常这个显著的效果了。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花絮，就是孝谦你除外啊，我除外，他们仨有一个那个健身房很厉害啊，现场健身绝了，太厉害了，真的厉害。现场给肌肉要被鞭刑啊！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在逐帧分析，就是哇，这个詹大人的三角肌和这个背真厉害。然后程远的腹，然后米勒的这个叫什么胸肌。你在逐帧分析啊？确实是。那个6点了啊，那个我要来收一下尾了，跟大家。好。然后我们本场的直播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很感谢网友们。然后呢，也让我们等一下期待各位精彩的演出。然后6点钟也开播了，对吧？对。今天好像是不是会空降弹幕哈？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小林哥，等会儿会空降弹幕，大家可以等会儿去捉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直接去到我们的腾讯视频去看一下我们的冰湖重生。对 ，OK， 对，我要 Q 一下。今天是8点到8点半，我空降弹幕，然后和大家一起追剧。对，在腾讯视频的站内跟站内的朋友们说一声。OK， 那让我们跟网友们 say goodbye 吧。拜拜，谢谢大家多多，拜拜，拜拜，记得。